无军人证件禁止入内。这是一个军管区，我们现在是冒着生命危险录像。我觉得你是给我从清迈骗出来的。现在是早上起来9点，我们就到了昨天没有进去的这个寺庙，因为这个寺庙早上起来9点到11点45开门，下午的时间是14点到16点，其余时间是不允许参观，也不允许进去的。好吧，我现在在泰国的乌泰他尼府，我身后是泰国乌泰他尼府最著名的寺庙塔宋寺。也被咱们华人称之为叫水晶寺。为什么叫水晶寺呢？是因为它有一个超过大概100米长的佛殿，里边全是这种水晶啊、镜面啊这种玻璃饰品做的一个寺庙。这个佛殿呢，就是非常非常的壮观。所以说，昨天我们路过这儿，知道这个庙了之后呢，所以我们就得宁愿在这个小城住上1晚上，也要第2天参观这个庙。所以呢，跟我们一起来进去看看吧。虽然刚刚9点啊，但是这儿的人已经非常非常多了。如果你看不清楚很多人呢，你可以看见地下有很多的鞋，你就知道了。因为进入寺庙是要脱鞋的。我们说的这个水晶寺的外墙呢，都是这种白色的，然后有这种金色的佛像作为装饰点缀。然后我们往里走的时候呢，你就会发现越来越闪亮了。里边人非常多啊，太多了人。今天为什么这么多人啊？会不会都是昨天晚上来了关门了，等到今天早上再来看呢？是太多了，这里边人太多了。我进来呢，先要礼佛，我们也跟着人家的传统一起来礼佛先。我身后就是佛像，从这个佛像到刚才我们参拜的大师，这个距离有100米，这个殿长有100米长，巨大巨宏伟。你进里边就有一种怎么说那个词，布灵布灵，不灵不灵，反正巨闪亮，太不灵了这是。然后就是很震撼，看着我眼有点晕。如果你在视频里感受不到，下面我给你放一个画面，你应该能感受到怎么个晕法。准备好了啊！晕不晕？我有点晕。我们突然发现了一个事情，就是在这个宫殿里边，因为它都是这种镜面的镜子做的东西，所以我们可以在任何的角度看见我们自己。所以说，这个是不是大师当时的一个用意，就是可以看到大我、小我、真我，可能还有无我。我们刚才看见的那个僧人，那个比丘是一个岁数比较年长的比丘，他居然上这儿，然后也来供奉，然后让这儿的比丘给他诵经。就是这是我们头一次见，就是一般都是见着就是我们这种凡夫俗子啊，善男信女啊来这个善捐，然后接受祝福。结果呢，这个明明也是个比丘，然后他自己也来做善捐，然后接受这儿的祝福。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每一尊佛像上面都是这种亮晶晶、亮晶晶，而且这边的所有的柱子上应该都有人捐助。哦，对。就是这些全是捐助牌，就是谁谁谁捐助了多少钱，然后来修缮这个寺庙，就每一个柱子上几乎都有，所以这就是之前说的泰国的社会的一个状态，就是大家可能来一起修缮寺庙，寺庙等有了钱再来救助周边的百姓，然后这是一个良性的循环。震撼到你了吗？震撼到我。啊？真闪。震撼到你了。然后我告诉你一件事儿，这个寺庙并不是只有这一点，因为这个寺庙占地特别特别的大，但是呢，以前可能是一特小的，就是这个龙婆鲁西灵丹这个大师，在1960几年的时候接手这个寺庙之后，他来把这个寺庙发扬光大，让它成为佛教圣地的，所以它这个有不同的园区，算是这老说园区这词儿，反正不同的就是园区。它被公路啊还有河流分开了，所以咱们马上要到另外一个地方，就是它另外一个园区去看一下。走。
我们已经到了这个园区的另一侧，我身后边呢叫黄金宫殿，就刚才那个叫水晶宫殿，这个叫黄金宫殿。那顾名思义，里边就都是以黄金风格，就是金色的来做的这个非常宏伟壮大的这种宫殿。我们一会儿进去看一下，但是进去之前有一个事儿我要给你介绍，你看到那个墙了吗？那边吗？就这个白色的墙上面全是佛像。哦，看到了。这个墙你猜有多长？这个墙300米。根据资料显示，这个墙有3公里长，而且每一段都是这样的，一直是有佛像，然后一直坐围着这个寺庙。3公里。3公里长，这就是这个庙最著名的佛像墙。这里边因为是这个灯光赫兹的原因，所以有点闪啊。这可不是黄金闪的你，但是这里真的非常闪亮。看一下黄金宫殿，然后这边的佛像也是上面带布灵布灵，然后但是全部是金色的装饰。刚才广播说2楼有一个神秘的屋子，但是这个神秘的屋子需要神秘的方式去参观，所以发了2张号牌。从这个窗口领完就交到这儿就上来了，它是统计人数可能是。然后我终于把这个相机的这个抗闪烁、抗频闪的这个模式改了一下，我把它调成50帧了，后期再改帧数吧。啊，这上面有空调，这是我第一感觉。神秘的房子，全是佛像。这上边就是也是各路善男信女捐赠的佛像、供奉的佛像，在这个上面等于是一个巨大的佛龛，或者说是佛殿，但是有很多的人来一起供奉的，不是靠一人之力。我们从2楼又走到了3楼，3楼同样也都是佛像，太多的佛像，也都是不同人捐赠供奉的。参观完这个非常震撼的黄金大殿之后呢，我们就要出发下一站了。不过下一站也是一个非常神奇的地方。今天呢是朝圣日，我们下一站见。然后我们就到了安通府昆音塔帕蒙寺，这儿有一尊卧佛，也是泰国应该是第2大卧佛，长度超过50米。你可以看到这个佛有多长，我的摩托车在这儿，它比我的摩托车可大好多，我还比较靠外，它离我还有一段距离，我们一起走近了看一下吧。我们走近了一看，确实特别大，也特别高，太大了。这个佛像，就是我从这边从佛的脚走到佛的头，也得走一会儿，真的太大了，很壮观。离刚才那个卧佛不远的地方呢，有一个叫摩昂寺的地方，它这儿拥有着全泰国最高的大佛，高达92米，宽有63米。据说这个佛像呢，建造了大概16年左右，是为了纪念拉玛9世国王。在走到大佛之前有一个佛殿，我们刚进来感觉到非常的凉快，这儿有很多的空调的感觉开了。然后这地儿也跟刚才那个水晶庙有点像，也是这种风格的，但是小很多，这个地方小很多。เจ้าพระที่ทำกราบไหว้ไม่ต้องเป็นผู้ทำบุญเท่าไหร่ก็ได้
我觉得好多人是跟我一样，是因为这儿凉快，所以在这儿多待一会儿。今天你感受到热了吧？太热了。第一天是下雨，淋个透心凉。今天是特别的热，因为其实我们已经到达南部了啊，就离曼谷已经不是到达中部了，离曼谷已经很近了，所以这边的温度就已经很高了。从我刚才那个地方到大佛这儿还要走一会儿，我们走了一小会儿还没走到大佛的下边。有一个老爷爷想照相，然后呢，让我们帮他照个相，这个很正常。在泰国经常会互相帮助。在这个大佛的下边有一个小小的地方，他捐助的都是玩具啊、小孩的服装啊，祈求他来帮忙保佑和带来好运。上面还凉快点，虽然阳光很强，但是上面风比较大。我们躲在阴凉的地方躲一下，就这个位置可以摸佛手，我看我能摸上几个手指头，那个我就摸不着了。这就算跟大佛最亲密的接触了。我们现在到了曼谷，找到了住的地方，然后在门口有一个小摊儿吃个饭。时间不早了，因为我们其实没有规划好到哪儿，就是走到哪儿算哪儿。后来走到这个曼谷外环，然后就找地方停下了脚步。那今天的行程呢，大概跑了300多公里，2天一共跑了，就说有600多了吧。我们也算到曼谷了，到中部了。从明天开始，我们就要进军泰国南部。สวัสดีค่ะมิสเตอร์ DIY อยู่ที่ไหนเดินไปชั้น2ขึ้นบันได哦ขอบคุณค่ะ这里就是 Mr. DIY， 这是一个泰国非常大的连锁，就是杂七杂八的商店，里边有什么都有，什么各种用的呀、刷碗的呀、什么什么的，日用小百货吧，也算小百货连锁店。这儿有衣墙，它这家店比较小啊，但是为什么来 Mr. DIY 买呢？就是我图了个省钱，因为其实 7-Eleven 有好多这种线，但是动辄就100多铢，其实也并不贵，但是我就觉得它还是贵，因为这边可能40-50铢、30-40铢就搞定的事情，那边要100多铢，赶紧试试能不能用。就是这个 PD 口坏了，所以只能用这 USB 口试试。合适。那我们把充电口解决了，我们就继续南下。太热了，太热了，太热了！我们从曼谷出来，大概骑了60公里左右，到了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呢，挺有意思的，但是呢，今天不能拍到最有意思的那个画面。这是哪儿呢？这是美宫火车站。其实它这最有名的不是火车站，而是火车市场。我现在走的就是火车道的中间，然后往前走呢，你可以看到两边全是市场。当火车来的时候呢，他们就会迅速收摊；没有火车的时候，这里边就是一个正常的市场。只不过咱们今天来的这个时间呢，就是没有火车会经过，只有上午有2趟，下午有2。反正上午和下午，咱们现在中午这个12点多1点是没有的，赶不上了，赶不上了。但是咱们不之前已经很多年前旅游，8年前我们对看见过，对，就在这儿来过。我们只是今天路过这儿，然后
正好呢早上也没吃东西，12点多了，又渴又饿，就来看一看啊。反正这个地儿也挺有意思的，就是你可以看到这儿全是火车道的旁边，离着这个商铺都非常非常的近。但是你们要来一定要记着有火车的时候来，没有火车的时候这儿就是你感受不到那种特别好看的氛围啊。因为我们是来过了，所以就对，其实火车走的这一瞬间特别震撼，对，所有商铺都把这个上面的遮阳棚全部收起来，然后边上的东西也会往自己的店铺里收一收，然后火车就是跟你擦肩而过。对，就你看我上面这些棚子，他们就是有一个杆儿，然后就会迅速的收起来。哦，可是我好饿啊，没有找到吃的。我记着有咖啡馆。非常非常窄，这个地方只能勉强过2个人，非常窄。看一下，这是我俩。为什么从这儿买椰子，你知道吗？因为这老板人心特善。为什么？他把火车时间表写在这儿。哦。你看，早上起来6点20、8点、9点、11点、12，反正11点10分、11点半，然后下午2点、2点半、3点半、5点半。真棒，咱们完完全全错过了。正好在完全没有火车的时间来的，是不是？火车怎么这么少的人呢？这我们只是路过，真的太渴太饿了，赶紧喝一口冰椰子。冰椰子好好喝的，应该是冰吗？凉爽。爽。哎呀，小菠萝，小菠萝，还有小菠萝，巨小的那种菠萝，就这个，一个巴掌攥好几个的这种，60泰铢，还行哈。不算贵了吧？还行吧。我记着咱们是30给3个是吧？还是50给了3个？啊，50给3个，那还行啊。对，也比这没。对，这家还算挺实在的。不是光这家，这里边比如说山竹30铢1公斤，然后红毛丹40，这不都是正常价吗？荔枝120，这不都是正常价吗？这就是正常菜市场的价格。对，跟家门口的菜市场价格几乎一样的。只是多了一些就是旅游特产品或者其他的这种纪念品。对。可以等火车来呢，在那边可以拍照。可以拍照。对。啊，WeChat 带。WeChat。阿里 Pay。阿里 Pay 可以。带哦，我们先转一圈，一会儿再过来。谢谢你。谢谢你。这边就是一个小的餐厅啊，或者说咖啡啊。有一些吃饭的地儿，然后他准备了这个可以坐在外边看火车的一个位置啊。然后它还有一个温馨提示：火车通过时不要靠近铁路，就是会有危险。它这个位置应该就是安全的线了，对。如果超过这儿就不安全了。除了刚才那家呢，这边有好多家这种的，就是这种咖啡啊或者餐厅、小餐厅、水吧这样的。然后其实这个主要打卡的市场呢，这一段距离我估计。有1公里吗？没有了，大几百米啊，反正很短。然后再往前呢，其实就是正常的公路和铁路了，就没有市场了，没有后边那种市场的氛围了。这里呢就是火车站，里边就是火车停放的地方啊。发站的站台就是我现在站的位置，然后两边也都是就是各种餐厅啊什么的。不只是游客，当地的学生啊，或者说当地人吧。都会在这边用餐，我们中午呢也在这边解决一下。现在是下午1点了，我们刚坐这儿吃饭，所以什么时候能吃完再出发，然后能走到哪儿，今天又是未知的。热呀，饿呀。泰国的阳光太毒了。今天的阳光太毒了，毒死我俩了，又热又晒。我们这个车其实 CRF 300L 其实也是怎么说呢，硬伤，这是硬伤。这个座我们还加高了，而且加厚了，还又加了一层那个就是外卖小哥送外卖的店的那种像硅胶垫一样的垫，不行，屁股受不了。
屁股实在受不了。然后我跟他看着那个 XMAX 300，就那个雅马哈的大踏板，哦呦，我觉得它那个座好舒服啊，看着就舒服。这个车是硬伤，这个车真的不适合长途旅行，我觉得。但是咱们现在每走30公里就得停下来歇一歇，要不然受不了啊。好吧，我们就在这儿得喝上咖啡。那不管在哪儿，在路上在哪儿，我们的小咖啡不能断，我们该有的生活也得有。不过这个咖啡馆的椅子太舒服了，舒服吗？不想走。呦，看了吗？上去就坡，真狠。这比华夫里不怂啊，对吧？走着走着就看见大海了，我的天哪！你看，还哪有海？这不就海吗？哦，玛瑙。无军人证件禁止入内。好大！是的。我这头发都没来得及弄，赶紧弄弄。看我们这私人海滩，真是一个人没有啊，一个人都没有。你找出一个人来，算我输。这是一个军管区，我们现在是冒着生命危险录像，人家这里边不让拍照和录像，是吗？对，抓紧赶紧说。不说了，就大概看一眼就行了。非常美。然后我们刚才从那个军管区往这边走了1.3公里，它也是军队管理的部分啊。但是这边就是对外开放了，可以坐这儿游玩。但是虽然谈不上私家海滩，因为这儿一共我看这海滩上有2个人，除了我们俩还有2个人。这边就没有那边豪横，但是呢也很不错啊，就是没什么人。然后这儿的沙滩呢，虽然不及那个斯米兰，但你可以看到啊，也是这种非常细软的面粉状的沙滩，也很舒服，非常舒服。以前不知道这地儿，之前去年我们来华欣，也带流鼻涕去过华欣的海滩。如果当时知道这边，就肯定会带流鼻涕来这边了，因为这边也是宠物友好的。好清澈的海啊！这个温度特别舒服，不凉不热，特别舒服。看看这个海有多清澈。刚说完有2个人，然后马上就没人了。现在这个海滩上除了我们俩，还有这个工作人员以外，只有一只在水里游泳的狗。我俩在这海滩坐了半天了，就是不想走，特别的舒服，也没有人，只有几只狗零星的从我眼前经过，然后就是鸟叫，偶尔能看见2只猴子。猴子太吓人了，吓死我了！好厉害的猴子！这个地儿值得一来，真的挺舒服的。其实在路上的时候，我想骂你来的。为什么呀？我觉得你是给我从清迈骗出来的，这一路累死我了，又热又晒又渴，还又颠得我魂儿都快没了。但是到了这儿以后啊，我稍微能原谅你那么一点点了，我也能再相信你一点，继续往下走的信心了。太美了这点儿，这跟我们去过的海滩都不太一样。这个海滩就是有点像私人海滩一样，非常干净，沙滩就如同面粉一样的细，踩上去一点都不硌脚，非常非常舒服。我们刚才在那个沙滩
坐了一会儿之后呢，就又要找地方吃饭睡觉，这是每天必须的，所有人都必须会吃饭睡觉。如果不吃饭不睡觉，那人也不能支撑下去啊。所以我们就在这个海的对面找了一间房。哎，我们就找到了这间小民宿还是小酒店啊？当然，我们找的那间房不是面朝大海的啊，因为我们来的太晚了，面朝大海的房间已经没有了，只有就是朝边上的看的房，不是正朝大海的。但是呢，这个离大海的距离就是我给你看到了刚才的距离，拢共可能连10米都没有啊，就大概这么远，也挺舒服的吧。在这儿坐一会儿，然后一会儿就上去睡觉。那我们的今天的行程就又到这儿了，是吗？对，就又到这儿了。从大城曼谷，然后一路杀到现在的班乌里府。我看到的变化还是非常大的，因为从泰北直接到泰国中部，然后到现在即将进入泰国南部的这些地方，变化是逐渐的。比如说交通状况就是一个非常明显的情况。在清迈的时候呢，大家开车是比较谦让礼让不着急的这种调调，但是越往南，比如说离曼谷越近，或者到这边呢，就大家开车就比较凶猛，大家比较容易抢行，也没有那种在路口会等让的这种情况了啊，大家都是比较着急。我也能感觉到大城市里边他们这个生活节奏还是非常快的，所以他们开车也很着急，而且城市可能又拥堵，整体的节奏就感觉非常快。一到曼谷就给我很紧张的感觉，我觉得那种紧张程度超过了北京，它甚至比北京的节奏还要快。没有好与不好，只有喜欢不喜欢。可能出了门才知道家里好，走远了才知道清迈真的太舒服太安逸了。但是我们还要继续往前行，我们不想在路上再耽误更多的时间，也不是为了赶路，而是我们的目标其实是马来西亚，我们的目的地是马来西亚，我们更期盼那边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或者说我们太馋榴莲了，我们想尽早的吃到那些什么红虾呀，什么猫山王啊，等等等等，有好多种榴莲，我叫不上名的，我不知道的都有。所以呢，到今天我还是很兴奋的，虽然累，但是还是很兴奋。那么今天的行程就到这儿了，也感谢大家的一路陪伴，也希望继续能陪伴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后边会有什么更精彩的地方。安排完住的地儿呢，我们就在住的地方旁边简单吃一口。今天又是没有吃什么大餐啊，就是简单的吃一小口饭，我也不知道叫什么，这好像是小乌贼、八爪鱼，3种口味的啊，3种口味的鱼。这是一个这个汤我是第一次见，它是冬阴功，巨辣版的冬阴的汤啊，但是巨辣版的东洋鱼子。然后还有一个帕帕贡炒空心菜，好吧，今天就简单吃这些得了，我们干一个，好，结束。